桑琪，果然是你！姐姐的春生剑还是没把你忘。春生。 素凝针，哼，也罢，就让我在取出之前，先教训一下你这个猛妇，也让你知道好歹。桑琪，我要替姐姐报仇，拿命来！不自量力！无双。 再加上你们在已经公开的阵法之上，加设了多个新的阵法，瞒过众人。一旦有灵族潜入，他们必定无所遁形。要杀便杀！你怎么是瘸的？在人间，你玩得很开心吗？ 你就是这样见师傅的？你还是来了。暗狱10年，你该知道背叛的下场。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后果了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。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好好想清楚，到底是现在随我回暗狱，还是我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之后，你再随我回暗狱？有灵族入阵。 为何没有警报？莫玄灵，桑琪，你是南虚月吧？城中的阵法也是你所设的，还不错。我可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但要把穆玄灵留下。 就凭你，恐怕还拦不住我。南虚月，你怎么了？开启归离阵法会有些损耗，但还死不了。归离阵法，山中世界可以暂时困住桑琪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 时间紧迫，我必须立刻设阵，送你离开永雪城。以桑琪的实力，你困不住他的，别管我了。你魔功散尽，九死一生，被他抓回暗狱，即便不死，亦是生不如死。我早就习惯了，
这是我的命数，与你无关，不该拖累你。你干什么？放过他，我跟你回暗域。在人界待久了，本事没学多少，却越发变得没出息了。他不是仙盟中人，对你构不成威胁。别杀他。城主，你可还好？进。城主，你的伤势可有所好转？疗愈还需些时日，不过已无大碍。苍长老那边如何了？朱塔一战，法剑尊者身死，仙盟伤者众多。苍长老正在处理善后之事，可能还需要些时日。你来找我，可还有事？仙盟各派掌门与正气厅求见城主。好。师兄，有事便直说吧。我听见几句各位掌门的对谈，他们似乎对师兄你有些微词。他们说你……师兄还是亲自去听听吧。谢城主，暗域圣女的事不能总拖下去。是啊，就连其他仙道门派也都知道了谢城主与暗域圣女私交甚密。我等担心。话既说到这里，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。你身为雍雪城城主，却罔顾仙盟之规，引来祸患，是否也该对此有个交代？谢城主，谢城主，何道主，方才那几位的态度，你都看到了。这些人刚受了你的救命之恩，转眼便出言相逼，实在过分。人之常情，当立场相悖时，又谈何恩情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故交，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责你。但此次，仙盟接连遭受重创。先是你父亲遇袭，新任盟主也遭暗族祸害致死，朱塔又受创破损，整个仙盟人心惶惶。急需一位新的盟主来稳固仙盟啊！何道主的意见甚好，不知您心中的人选是？
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汉族划清界限，为自己正声名，为仙盟树威望。谢雪晨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跟南虚月借了纸砚和笔墨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，该杀我了。拥有一念善意的恶人，本质上仍是恶人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正道之光还能不明白吗？别有负担。诛杀我后，只要在忌日给我准备好酒好肉，我便不怪你。秋明，师傅，这么晚了，在我屋外做什么？那个雍雪城的人来过了，说明日请您去趟正气厅，要处置那个穆玄灵。你莫不是同情那妖女，想替她求情吧？同样的错误，你到底要犯几次？你何时学得如此心软畏缩，竟同情灵族和暗族？师傅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镜花宫一次，还有当年桑琪戏庄，他为我替死，我终究是欠他份人情，所以您能不能明天去替他求求情？师傅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师傅。你同你母亲一样心地善良，但是秋明，有些人有些事不值得你如此记挂，他们本就不该出现，更不该留下。更何况，
谢雪晨身为这雍雪城的城主，要想挽回过失、平息争议，就必须亲手杀了那妖女，不然这雍雪城的名字可就要蒙尘了。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真道之光。顾玄灵，走吧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走吧。莫姑娘虽然是暗域圣女，但也没做什么坏事。我们这样处置她，太残忍了。还好我没告诉阿宝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难过。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关心了，太残忍了。来了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谢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我散他武功，将他囚于雍雪城1000年，已是足够。她是暗域圣女，只此一条便可定她死罪。谢城主如此恐难服众，尤其会让玄天门诸位修者寒心。莫姑娘当然是被魔气所控，但神智恢复之后，亦去阻止迟疑，内心向善。逝者已逝，如何处置，本就是活着的人该做的选择。谢城主若不杀他，便由我来杀。师父。
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谢城主，你这是想公然包庇他？袒护罪人才叫包庇，而穆玄灵无罪。无罪？谢城主这是何意啊？自暗狱起，穆玄灵便一路助我，助谢幕，追谕令查内奸，灭三营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仙盟只因他的身份便定其罪，欲取其命，是仙盟的过失。我不认同，亦不遵从。谢城主一莫要善恶不分。难道素公主的是非善恶便是真理？你就这么带我走下山，众目睽睽的，恐怕不好吧？你不杀我，那位素公主已经很不满意了。如今我被散了魔功，就是个普通的灵族了。这悬崖这么高，看得我倒真有点害怕。不过谢雪晨，我想到了一个避人耳目的好方法。如何？是不是无人看到？下回再这样，我不会借你。哎，我这不是怕你为难吗？城中认识你的人甚多，今晚是属于你和我的时间，我可不想被人打扰。好啦，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啦。走吧。你拍谁的手段？加大难度要不要？看好了，第一把，第二把，刀在人在，双刀齐飞。他骗人的，我也会。你可知在人界砸场子是要挨揍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被揍过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真没揍过啊？哎，你跟我说说嘛，你修为那么高，谁敢揍你啊？年少旧事罢了，不许提。不提就不提，反正重要的是现在的你。点心，点心，点心，刚出炉的点心，姑娘尝尝。这个，都要。哎，好嘞。这么喜欢吃点心啊？当年在人间，大哥哥带我吃的第一样东西，就是点心。你出钱对吧？嗯。仙门山下摆摊算命，倒是有些勇气。你是个修士，不像你。
姑娘，此言差矣。若论这卜算之道，我们凡人未必会输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。怎么说？他们不过是给修士算命。这修士寿命几何呀？100年、1000年之久，这么长时间，哪怕是胡说八道，8成也能等到应验的那一天了。而凡人，不过活几十年光阴，可远远没有这个耐心。若说的不准，不出1月，保准让人掀了这摊子。有道理啊。就比如传说中的运秀山庄，都说那庄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算尽天下苍生命运。呵呵，这可信吗？这不可信。他若真有如此本事，当年运秀山庄又怎会被灵族报复、屠庄？哎，姑娘，想算些什么？姻缘。不知姑娘八字？八字？这可不知道。好吧。姑娘，可将这几枚铜钱置于案上，我来为您解卦。姑娘，你正陷在一段复杂的关系中。没错。那在你看来，这段关系可会有什么变化？没救了。啊！哎呀，姑娘啊，你们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死路，我看是不成了。俗话说，这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不如您再加几文钱，我给您看看接下来这段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胡扯。不用等1月了。我现在就掀了你的摊子！不好意思，啊，我可以解释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掀人家摊子？我不喜欢他的结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跟他显然势均力敌啊。散去你的魔功也不见你安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要让我学会安分呢，只怕1000年还不够呢。所以，你得好好看紧我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假的。二位吃点什么呀？2碗素面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谢谢。看你对这家面馆很熟悉，你常来啊？过去常来，只是老板好像换了。2碗素面好嘞。哎，谢谢。感谢姑娘日前救我老父，这2碗面就算我请你们的了。你父亲？姑娘可还记得几天前在街上帮了一个被小贼偷了钱袋的生病老人？我的钱没了。你该庆幸你在人界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死了。女侠饶命！滚！
谢谢。老爷子，怎么这么大年纪还自己出来买药？家里没人啊？家里有一子啊。不孝子。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常年患病，家里积蓄都花光了。儿子为了给我挣钱买药，日夜不停地开着面摊，我不想让他再奔波，才自己来抓药的。没事了。那位老人是你父亲啊？哎，那就是我爹。我爹回来以后啊，把姑娘相救的事儿都告诉我了，从衣着气质到年纪相貌，他都牢牢记在心中。我替我老爹再次谢谢姑娘。没事。还有我女儿，听得爷爷讲了这事儿啊，说以后也要像姑娘一样做个大侠，